先生们，本次航班已经降落在江东机场，请您拿好行李，准备下机，谢谢。迎接旅客的朋友请注意，由仰光飞来的 AB5566次航班将于7点40分到达。钟叔，您从国外回来了，要不要调整一下？没问题，这是快艇。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江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明刚犯抢劫罪一案。现在开庭。大家请看大屏幕。老板，这个多少钱？哎，站住！什么东西？哎，你干什么？东西！被告人刘明刚，公诉人播放的视频，你有意见吗？没有。辩护人有意见吗？没有。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这是被告人刘明刚的行凶凶器，刀刃上提取的血迹，经鉴定。没有。田哥，有人防到你前面去。
没见过，不认识，一个新来的。老高出差好多天啊，回来了到家换了身衣服就去开庭了，连人影都没见到。剩下的证据先不出。好，告出。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审判长，控方举证暂时到此。反对审判长。公诉人需将起诉书所列证据向法庭全部展示完毕后，才能结束控方举证。审判长，公诉人认为，起诉书所列证据只是控方举证的最大范围，公诉人举证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即可。至于哪些需要在法庭上出，哪些不需要出，公诉人有自主选择权。况且公诉人并没有说举证结束，而是暂时到此。控方举证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要向法庭出示的吗？没有。辩护人呢？有。审判长，辩护人申请证人到庭。证人姓名？刘明强。带证人刘明强到庭。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弟弟。今年4月23日上午9点，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和哥哥刘明刚去药店偷药。偷的是什么？虫草。为什么要偷虫草？我妈妈病了，想给她补身体。大家肃静。药店老板的刀伤和你们兄弟2人有关吗？有关。既然有关，为什么你的哥哥在被告席上，而你不在？因为我哥说是他持刀杀的老板，刀子是他的，我并不知道他带着刀，跟抓人没有关系。所以你只是盗窃未遂，又因为和虫草的价值不算巨大，所以检察院对你做出不起诉处理，是吗？是的。那你的哥哥说的是事实吗？不是。大家肃静。那事实是，摔倒的人是我哥刘明刚，扎老板的人是我刘明强，刀子是我的，我哥哥没有扎人。审判长，我弟弟糊涂，摔倒的是他，扎人的是我弟弟没有扎人，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啊！请被告人尊重法庭秩序，不要随意发言。请问公诉人有什么要提问的吗？证人刘明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法庭上的身份？知道。证人。证人如果违背事实作证，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人是你扎的，你将承担抢劫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果人不是你扎的，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个你知道吗？反对。审判长，公诉人在威胁我方证人。辩护人，公诉人只是告知证人的法律后果，不是威胁。审判长，目前兄弟2人均称自己是被告，而扎人与对方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诉人根本就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到底谁是行凶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既不能判定刘明强犯抢劫罪，也不能判定其犯伪证罪。当然，刘明强的哥哥刘明刚的犯罪事实也不能确定。大家肃静。叫
就知道是这样。双双，你今年的生日会还是我来帮你办，到时候我会好好说说老高的。他只有他的工作，说又有什么用？这件事你就放心交给铁力爸爸吧。啊，行，那我去上课啦。去吧去吧，那我挂了。没事吧？你怎么开的车？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还是个女的，我就知道赛车场上有女的一定不吉利。哥们儿，咱说话注意点行吗？你少跟我扯，现在受损失的是我，说怎么赔吧。我看你这力手力脚的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是没事儿，我车怎么办？啊，兄弟，咱想碰瓷儿呢就直说，而且既然上了赛道，就应该有承担风险的准备，爷们儿点行吗？少跟我扯！今天不赔我车，你不要想走出去。凭什么呀？干什么呢？就不要想走，别挡道啊！他把我车碰了，赔车，不赔就不要想走。哎，兄弟，这出来玩磕磕碰碰难免的吧？这人有事儿去医院，车有事儿咱们有保险，是不是？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哎，你不能走！哎，松开，没完你没赔了！我车呢！我说兄弟几个，你们好意思啊？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在这里欺负一个女孩，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车是你的车，你在这你再碰一下试试？怎么样？不是，有什么咱们不能心平气和在这聊吗？赔车，赔车是不是？赔车。聂亮，我赔你，可以了吧？赔呀！哎，公诉人也要说明一下，辩护人逻辑很清晰，但却存在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要么他犯的是重罪，要么犯的是轻罪，但具体是哪个罪不清楚时，那该如何处理呢？是认定他无罪，还是认定他轻罪？辩护人的逻辑是疑罪从无，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正确的做法是认定轻罪，这叫刑疑为轻，它是疑罪从无原则的上位原则。那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刑疑为轻的原则呢？今天法庭所讨论的，并不是刘明强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刘明强退庭。公诉人还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吗？有，审判长，我们需要对刘明强、刘明刚的 DNA 进一步进行比对，再结合提取的生物物证，向法庭证明真凶就是刘明刚。审判长，如果公诉人要做的是这项工作，那辩护人不同意延期审理，因为同卵双胞胎的 DNA 鉴定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公诉人做这项工作等于是在浪费时间。刑事案件事关生死，法律程序一定要严谨，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都要慎重。能不能鉴定出来，试一试才能知道嘛。控辩双方都不要争了。这样，公诉方提出的要求有道理，本庭准许。本案延期审理，等待下次开庭。休庭。再添你2万，够不够？可以走了吧？走。行了，妹妹，没事了，走吧。哎，那个谢谢啊，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那个我怎么把车还你？哎，别走啊你！高进，高处，我先上去了。这回你赢的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我每次碰见你，赢的都不容易。不过我要提醒你啊，刘明强的翻供最好不是你做工作的结果。啊，我在你心目中职业操守就这么差呀？
真的是他来找我的。临上庭之前，我反复跟他。律师和辩方证人的沟通不要告诉我，我只是提醒你。谢谢师哥的提醒。我爸下月生日，你来吗？叶老师过生日，哪次我忘过呀？举手啦！来，清蒸鲈鱼。永不放弃。你们都去吃饭吧，去吧。啊，王家把那个递给我。看看我这个技术有没有提高，跟你妈妈做的还差多少？啊，味道怎么样？泡鱼塘，搁鱼鳃，拍断鱼骨。浇上豉油，上笼屉。这端上来的鱼啊，是粒而不散，色香俱佳，深得精髓。比得上5星厨师。你说说这味道怎么样？可惜就可惜在这儿啊，这5星厨师的味道，怎么能跟我妈妈的比呢？菜是这个菜，但味儿已经不是这个味儿喽。还有啊，您忘了您的承诺。你不让我去你母亲的墓地上祭拜，我没去啊。我允许你去，你有时间吗？马月月杀人的事情已经让您忙得不可开交了吧？这个时候还能腾出时间为我下厨，真是谢谢您。等了您很久。您是邓律师吧？您是？邓律师，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他们说你打官司从来没有输过，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您先别激动好吗？他们说打官司需要很多钱，我现在已经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我这有10万块。邓律师，你只要能让我的孩子不要坐牢，帮我打赢官司，我全都给你。这位大姐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的代理费不低于20万，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法律援助？或许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呢。帮我送一下大姐。好，阿姨，邓律师，哎，您起来，您先起来，帮帮我吧！您先起来说话。以后让我送什么我都愿意，只要让我孩子不要坐牢。起来，他是冤枉的。坐。来这儿坐，好好说啊。邓律师。这么说，你答应我了吧？我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呢。是这样的，要不您看这样，您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我这边手上还有其他的案子，占用了别人的时间，对别的客户也不公平，对吧？好，您留下联系方式。
邓律师，这是我的联系电话。行，您贵姓呢？我姓王。王，好的。大姐，您先回去报宽心，回头我们联系，好吗？邓律师，你一定要跟我联系啊！好的，帮我送一下。阿姨这边，谢谢邓律师。没事儿，谢谢。回去吧。阿姨慢点。以后没有预约的客户一律不接。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再发生。但是这……喂，邓律师你好，有一桩案子，不知道邓律师是否感兴趣？您哪位？这个不重要。江东市发生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目前就关押在江东第一看守所。为什么打给我？我关注你很久了，我相信，只有你能证明马月月是无罪的。马月月目前处境很不妙，你可要抓紧了。我需要考虑一下，没法现在回复你。我知道，邓律师代理费用不低。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案子代理费过100万。代理费用这么高，辩护难度一定很大吗？你只要告诉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您先把委托书传给我吧。邓律师果然是快人快语，希望我没有看错人。马月月故意杀人案，与您、与我、与江东集团都毫无关系。我要掉以轻心，这件事情啊，必须迅速解决。您放心吧。马月月对我们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毫不知情。那就好。看到没有？向我施压了。该我走了吧？律师找了吗？找好了。最好的？最好的。代理过不少案件，胜诉率非常高。务必办好，可以不择手段。双儿，起床了。小双，起床，已经7点了。你起来以后洗漱，我做早餐，10分钟以后开饭，有煎蛋和牛奶。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小双，爸爸进去了。老高，我去上学了，饭吃过了。站住！抓小偷啊！抓小偷！别跑！别跑！
东西。谢谢你啊。以后还需要您到派出所配合一下调查。哦，我是检察官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的，就到检察院找我，我叫付小柔。高处长，高处。高处长。高处早。走。高处早。高处，这是陈检察官留下的案件卷宗。高健，方检早。哎，方姐，您怎么还过来了？我本来想放下包等您的报道呢。辛苦辛苦啊！这次国外抓捕，你的指认配合工作做得不错，领导们很高兴。哎，你可给中国的检察官争了光啊！没有，又立了一功。立什么功啊？您请坐。这次出去也耽误了很多工作。哦，这个问题是该解决了，不能一个人包揽天下吧？我给你配了一个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人家呀点名要跟你学习，上周就来报道了，你不在，我让他今天就来找你，好好带带人家。您给我配备了个女的。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我想我们应该见过了。哎，请问你找谁？啊，你好，我是来报道的，请问高健处长在几层？在5层。谢谢啊。啊，你好，请问高处在哪个办公室啊？啊，在那儿呢。哦，谢谢。哎，等会儿，你找高处啊？高处他正在开会呢。你是？我是他新来的检察官助理呀。那你先坐那儿等会儿，啊？啊，好，谢谢。怎么没有高处的照片啊？那高处是高级检察官，怎么可能在这儿呢？哎，看见我了吗？我看见了吗？张小波也是检察官，你记住了啊。你是高处粉丝？是啊，我知道他很多传说的。前不久破获那起持枪抢劫杀人案，那个犯罪嫌疑人戴着面具作案，被抓了以后还拒不认罪。还是我们高处看了录像以后，发现他冲着工作人员大吼大叫，就在柜台上找到了他的脱密星子，固定了证据。还有他上……等会儿，你这都听谁说的？我们学校都这么说呀。他在我们学校可是风云人物。这是传说。传说？那实际上呢？实际他，哎，他有外号，叫鬼见愁。鬼见愁？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他完了，来。付小柔，大学4年，特等奖学金，毕业考核成绩全优，全省公务员考试第1名，司法考试高分，进检察院，点名要进我的检察办公室。不过见面不如闻名，为了抓住罪犯，把自己摔下车，行事鲁莽且不懂自保，大庭广众之下卖弄学问，言之凿凿说自己是检察官，过分高调。我是检察官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的，就到检察院找我，我叫付小柔。作为目击证人，不积极配合民警做笔录，让人家到检察院来找你，耽误警方办案。不是，出去吧。我们见过面了。哦。
哎，小同志，这么快见完了？连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可不是第一个在高处这儿碰壁的。来来来，喝点天然水，别生气啊。我跟你说啊，人无完人嘛。我们高处以前做检察官助理的时候，也遇到过疏忽，这种疏忽就造成了他这样的性格，所以才变成鬼见愁的。哎，你干嘛呀？我问你呢嘛，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变成鬼见愁的呀？你不觉得鬼见愁这个名字很土吗？我让你出来是干嘛的？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不在工作时间。张小波，到。这是我的检察官助理，把陈检察官留下的卷宗拿给他看看，熟悉一下案情。立刻去办。是。过关了。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哎，我跟你说啊，鬼见愁不是我说的。邓总，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这个案子介入的时间晚了，现在要争分夺秒，尽可能掌握所有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接吗？这个案子值得做。我看过卷宗，马月月的确承认自己撞被害人致死。但是被害人是不是因为车祸致死？警方虽然有初步的意见，但是依然存在疑点。可我总觉得这个案子胜算的可能性不大。找上有难度的案子，才能够让自己快速成长。我有预感，这个案子会让我们一举成名。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看守所。这是犯罪嫌疑人马月月，被害人也就是死者杨天。案发时间是2016年4月12日晚11点30分。同年4月13日，马月月主动投案自首，由江东市公安局执行拘留，因案情复杂，延长刑事拘留期。4月20日，经江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本案由江东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目前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犯罪动机是什么？经公安依法查明，犯罪嫌疑人马月月和被害人杨天属一家公司的高管。马月月长期与杨天关系不和，逐渐导致怀恨在心。犯罪过程：2016年4月12日，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约被害人杨天在江东市铁东区新奥新停车场会面。我叫邓凯文，他叫沈杰，我们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是马月月？是。你想请我们代理你的案子？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会救我吗？那要看你肯不肯跟我们合作。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你必须如实的把当天所有的情况，包括细节，都告诉我们。那天我约杨天在停车场见面，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同意了吗？是你答应过我的。证据在我的手里，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家庭，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不谈家庭。无耻！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
吵完后，杨天下车。他在车外，不停地向我挑衅。看着他，我脑中一片空白。彻底摆脱车外的这个混蛋。厌恶、耻辱、愤怒，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进行2次碾压，并随之逃离现场。停车场看护人员孔令新巡查时发现了受伤的杨天，拨打了120电话。之后，杨天被送到江东市医院救治。杨天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仍在4月13日凌晨5点钟死亡。这是法医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明杨天生前因车祸2次碾压，导致头部、肾脏、肝脏等多处器官受损而死亡。马月月多次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根据已有证据判断，他涉嫌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这个案件经过网络发酵，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江东市乃至全国的新闻热点。副总经理撞死总经理，已经成了社会焦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了吧？知道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完整的梳理一下这个案子。行了，干吧。顾先生，请坐。没想到叶律师这么漂亮啊！顾先生这么说，是在夸我吗？此话怎讲啊？您夸一个女律师漂亮，无疑是在贬低她的智商。有什么事请说。啊，还是我起诉我老婆离婚这个案子。我想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给打女人的男人做离婚代理。我是相信你的能力，才一定找你的。我知道，只有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邓总，马月月的案件，您压力很大。时间有点晚了，案子已经起诉了，只能靠法庭上的努力。我跟罗主任协调一下，抽调几个人过来。2根肋骨骨折，再加上体表的多处淤青和挫伤，达轻伤标准，或者很有可能你会构成故意伤害罪。不会吧？很轻，我就是用拳头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轻伤没错。
顾先生，就算是轻伤，那也触犯了刑法。但如果他执意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他敢？他敢。您的妻子刚刚离开律所，我现在是他的代理人，我已经建议他去公安机关报案了。你，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什么人？我的一个师妹，一直从事刑辩工作，经验很丰富，在大学时代就是货真价实的法学学霸一枚，在职场上碾压众生毫不客气。你怎么这么做？你立即拒绝我老婆做我的代理人。对不起，顾先生，我们律师一旦成为代理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无法拒绝当事人的委托的。况且，我也不能够同时接受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委托。抱歉。我老婆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你老婆给的代理费和您给出的一样多，但现在我决定只收一半。为什么？我有一句格言，而且他有句名言：胜利即是正义。马月月案这么着急，这高处让我去案发现场干什么呀？了解公安的办案流程、侦查方式，对我们检察工作是有帮助的。哎，我觉得啊，高处是在考察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案子还没破吧？应该还在侦破的过程中。有时候咱们检察院也会提前介入，第一时间介入到侦查活动，专门针对命案的。高检院不是提出了补诉议题、提前介入的改革吗？咱们院啊是试点单位，所以咱们检察院的公诉处可以从案发刚刚开始就介入，然后呢，批捕、起诉、出庭监督，一竿子查到底。私下做了不少功课呀。哎，前面快到了。哎，小韩。哎，小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高处新来的检察官助理付小柔。你好。你好，小柔，刑警队韩冰。马队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案子的基本情况。来，这边。啊，谢谢。3天前，我们接到这家银行经理的报案。按照惯例，那天为银行的取款日，一名取款人员在保安和银行金库的管理员田明的陪同下，一起进入了金库。2人用密码和指纹打开了金库的最后一道门。当他们打开最后一道门的时候，被2名持刀蒙面劫匪当场抢劫。这是第1名死者，身中7刀，流血过多，导致当场死亡。这是第2名死者，身中5刀后，被凶手用扯断连接摄像头的电线，当场勒死。这边，这是第3名受害者，是银行金库管理员田明，身中3刀，流血过多，当场昏迷，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根据核实，银行的200万现金和300块500克的金锭，现在下落不明。这些就是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痕迹？当时我们从掉在地上的摄像头中找到了一段残留的影像，我们已经移交由技术部门鉴定。
通过这段视频，我推理，因为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监控系统电线藏在钱柜里的，所以一定是田明勾结2个蒙面人作案。利用这个视频的盲区，田明扯断电线，勒死银行管理员。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保安听到了声音要跑进来，结果被后面的2个蒙面人连刺数刀致死。可是没有想到，2个蒙面人想独吞财物，临时变卦，向田明刺了数刀。凭什么？玩命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赢一半？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你这是对田明身受重伤的一种推理。你的推理性不错，但是推理只是逻辑分析，真正的答案还需要从证据当中去找。再仔细看看画面。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你觉得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没有啊。你仔细看看墙面。你不是去过现场吗？我难道遗漏了什么？不可能啊！你仔细看看墙面。墙面。拿了钱赶快走啊！说好了，你们2个一半，剩下一半是我的。凭什么？玩命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一半？想反悔是不是？没有我，你们进得来吗？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墙面。什么情况？你谁呀？在这干什么呢？我是检察官助理付小柔，你是谁啊？这是我们刑警队马队，马立行。马队啊。谁让你来的？在这破坏现场，知道吗？马上给高建打电话。什么事儿？掐死我了！你知道顾先生每年给我们所带来多少收益吗？啊，你这样对待他，又伤感情，也减少你的收入和我的收入啊。第一，我和他之间根本没有感情，谈不上伤害。第二，一个律师的眼中不能只有钱。你给我站住！好，你不爱钱，你高尚，你可以分文不取的为委托人辩护，可是我们律所耗不起啊。你
你现在又把大客户得罪了，你这有违律师合伙人的素养啊！我宣布拒付此前所有你代理案件应得的律师费。既然是应得的，为什么要拒付？我不跟你玩文字游戏。叶子琪，我告诉你，你在我的律所就得遵守我的规矩。你去跟顾太太说，我们已经代理她丈夫的案件，你不能再代理她的案件了，否则我开除你。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从今天开始，我离开你的律所。叶子欣，你公然违反合伙协议，我要告你。太迟了，我已经起诉了。从我加入律所到现在，所有的律师代理费全部都没有兑现。做好心理准备，赔一大笔钱吧。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其实你不适合打领带，知道为什么吗？脖子太短，最适合你的是一根上吊的绳子。都看什么看？凯文，私自进入犯罪现场，还袭警。哎，高处怎么了？亲自登门陪罪，那得点好的。是啊，看你精神状态挺好的，不像受伤。我这是内伤，挨一大包。这你的人下手也太狠了。来，那个酱牛肉，几点羹？来个清蒸鱼，再要份鸭肉。你去。哎，你干嘛去呢？还不都赖你？这案子换什么公诉人呢？我心里没底了。昨天晚上复查，看看有什么破绽。目无尊长，大尾包。我学生，干嘛还要尊重你呀？这不请你吃饭了吗？护犊子！谁让你去现场的？案发现场不能破坏，这规矩你不懂吗？没事儿，证据都固定完了。拿几瓶水去。好嘞。说说，发现什么了？田明是意外受伤，可是，在金库的墙面上发现了血迹，但在监控上却没有发现血迹。那说明，这监控有可能是假的，对吧？我是这样想的，不过单凭这一点好像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所以我还是会去找其他证据。小师妹，你有考虑过来我们律所吗？已经有无数律所向我伸出橄榄枝了。介绍一下贵律所的情况吧。我们有37名律师，去年人均收入超过同样规模，甚至规模更大的律师事务所，在江东市排名第1。我们只接受3种类型客户的委托：有潜力的大公司、银行，以及花钱不心疼的老板。换句话说，你们的律所只接受出得起钱的大客户。哎，但即便如此，我们固定每年淘汰10%的客户，为的是日上日高。到你们律所多长时间可以成合伙人？10年，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10年。虽然辛苦，但是你会发现，当上合伙人，一切都值得了。我们律所的合伙人，每年挣7位数以上，50岁之前，你就能实现财富自由。我在这家律所待了7年，前2年我的工资已经超过了7位数。但是你干得不开心。我调查过了，你现在的律所，律师的跳槽率是28%，这个数字在卡米洛特是0。最近3年，没有一个律师离开卡米洛特。
那我再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啊，每一块金子重500克，箱子里面有300块，加上箱子的重量，最少有300多斤吧。但是还是把那箱子抬出去了，这说明什么？要么箱子是空的，要么监控是假的。如果箱子是空的话，那金锭去哪儿？先转移啊！到时候干活啊，回头你见识见识公安是怎么办案的。那行，一会儿让师叔好好教教你。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佩服了。嘿，吃吧。哦，对了，我最近接了一个大案子，没有意外的话，公诉人是高健。什么案子啊？马月月故意杀人案。给我看卷宗。卷宗要去检察院查阅。这是保密协议，每个律师都要签的。你怎么这么有自信，能说服我？我开出的条件，哪个你们满意的？哪个我都不满意。那太好了，表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难产。严守秘密是卡米诺特最基本的规矩，每一个受聘的律师都受过训示，快嘴快舌乃万恶之源。哎，我拿错了，你刚才签的是聘书啊？真的？啊？我早看出来了。你这次案子的代理费不少吧？会免费帮人打官司的律政佳人，居然还关心代理费？你这个现实主义者，若是不能一战成名，起码要捞个盘满钵满，否则的话，你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心照不宣。其实，我何尝不是在帮你？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你不是有自己的训示吗？什么？快嘴快舌，乃万恶之源。Cheers。欢迎。请多关照，老板。小柔，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也出钱了。欢迎新同事啊！谢谢啊。按照惯例，我们大家要给新来的同事开个欢迎会。你说咱们去吃西餐还是川菜？哎呀，别吃饭了，天天吃饭，我还减肥呢。咱们去逛街吧。不是，小柔，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小柔是新来的。对啊。小柔，你说西餐还是川菜？吃西餐，吃西餐，吃西餐。好，小柔说西餐，那就西餐。走，下班。哎，你们干嘛呢？不下班了吗？怎么还不走啊？高处，小柔不是新来的同事吗？我们想开个欢迎会，让我们增进感情。增进感情。对呀。在工作中也可以增进感情啊！正好我加班，你们跟我一块儿，把卷宗再看一遍，重要证据再检查一次。哎呀，怎么到我这改规矩啦？肯定是刘明刚的那个案件出现了问题。好了，加班。加班吧。精确的 DNA 检测报告周3可以拿到，我安排专人周3去您那儿，只要报告一出来，就交给他就行了。好的。周3您能否到庭说明检验的依据？我要到周3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啊，那没关系，这样，到时候我派人去高铁站接你。胡小柔，交给你个任务，周3一早去趟王教授那儿，就在那儿等着精确的 DNA 报告出来以后，马上送至法庭。中午去高铁站把王教授接到法庭，
那个时间我应该已经在法庭上了。又让我跑腿儿，这不是一般的跑腿儿，是重要的证据。周三2点之前，王教授必须到达法庭，能完成吗？能。恭喜呀，你已经经过层层考验了，可能已经被鬼界主信任了。可能被信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通过了他的最初测试，接下来的道路会很曲折。好耶，加油啊！大家注意看。这个视频正好拍下了行凶者逃跑的画面，大家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持刀扎被害人的凶手。大家注意他之后的状态。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在慌忙逃跑时，他的脚踝撞到了玻璃门上，他的脚踝应该是出血了。肃静。被告人刘明刚，脚踝被磕伤的是谁？是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言语的证据，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证据。既然公诉人问了，相信他有充分的理由。这只鞋的内侧，公安人员已经提取到了血迹。根据公诉人之前播放的视频片段，现在可以确定，在这只鞋子上留下血迹的人就是当天用刀子杀人的人。血迹已经进行了鉴定，就是被告人刘明刚所留。即使在鞋内提取到了 DNA， 也无法通过鉴定证明究竟是两兄弟中谁留下来的。公诉人要补充什么证据吗？高健，这次你输定了。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新的证据。反对。审判长，这份证据公诉人并未向辩护人开示，有证据突袭的嫌疑。审判长，正是因为这份鉴定意见刚刚送到，所以还没来得及向辩护人开示。鉴于这份证据对本案的重要性，公诉人申请休庭30分钟，正好也给辩护人质证准备时间。辩护人有什么异议？没有。休庭。审判长，鉴于公诉人给出的这份鉴定意见非常专业，辩护人认为有必要请鉴定人出庭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份鉴定意见的依据。公诉人对辩护人的请求，你有意见吗？小荣同志，让你久等了。你的脚怎么了？没事，老李，麻烦开快点。鉴定人暂时不能到庭。大家肃静。审判长，辩护人认为，
在鉴定人无法出庭解释的情况下，这份证据不应被采信。同时也请合议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审判长，辩护人说的有道理，公诉人现在就申请鉴定人到庭。传鉴定人到庭。请问，目前全世界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同卵双胞胎的 DNA？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别，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同卵双胞胎就不能够被区别。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和你的妹妹买了2条完全相同的裙子，一人1条。在刚买来的时候，这2条裙子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也分不出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那条裙子由于是水洗，有点缩水了，而你妹妹的那一条一直是干洗，它没有缩水。从此之后，这2条裙子即使看着很像，但是你们却可以轻松地把它辨认出来。我们从犯罪现场2个兄弟的 DNA 里面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发现刘明强的 DNA 基因片段中出现了突变，而刘明刚的却没有。这只鞋子上面的血迹提取物中检测到的 DNA 并没有突变，所以它无疑是刘明刚的。今天怎么这么晚接王教授过来啊？打你电话也不通。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王教授对这次庭审非常重要。我知道。可是。可是什么？没有可是。高检察官，你说说你这厉害的样子，人家姑娘她这受伤了，还带着伤去接我，这不也没耽误咱们开庭不是？所以啊，就别发脾气了。好，谢谢王教授。王超，你送一下王教授。好，王教授请。上哪儿了？没事。张小波，你带付小柔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脚踝。好。高姐。我又输了。我赢的也不轻松。按理说，输了的人不应该提条件，但你也知道，他们2个兄弟偷补品是为了母亲的身体。现在如果2个兄弟都进了监狱，多病的母亲谁来照顾？我能理解，你是出于道德同情，想帮他们。但是情是情，法是法，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让他们的母亲没人照顾，就不应该持刀杀人。另外，我相信刘明强的行为跟你无关，我能理解。作为辩护律师，你得全力以赴。但请你也相信我，我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
执法为民吧。哟，高处来了！哎，鼓掌欢迎！哎，上来，找你有事儿。马月月的案子你接手了啊？陈检察官辞职了，我来向你了解一下案子案发经过。全力配合。关键，银行金库案很快就结案了，对嫌疑人的审问让小柔跟着一起参与进来。没问题。真是太好了。来，坐吧。有什么要了解的？首先，当时案发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锁定马月月的？根据死者杨天当天的活动情况为线索，查找谁有可能和死者有交集，尤其是最后接触过死者的人。下一步就是犯罪动机。死者杨天平时和谁有矛盾啊？谁有谋杀他的可能啊？通过这些线索，我们锁定了马月月为最大嫌疑人。就是确定他是嫌疑人，是案发后的第几天呢？第2天就锁定了。正准备抓捕的时候，他就投案自首了。叶律师您好，我是来接你的，很辛苦。不用，这边。我是邓律师的秘书。我知道你叫沈杰，今年刚毕业1年，就做了邓律师的助手。听说你很有能力。谢谢您。您这边请。那您是先休息还是这边用餐？帮我点一份牛排，很成熟，一杯美式咖啡。记住我咖啡的糖只放2%。叶律师好。叶律师，这边是邓律师的办公室，您的在这边。这是我们的办公大厅，现在一共有37名律师。您的办公室在这边。怎么样，还满意吗？我喜欢的书都已经摆上了，不错。把这个绿植换成水培的，在我的办公桌上，在那个地方再加一盆。我喜欢有生气的地方。好的。还有马月月的案子，全部的卷宗20分钟之内必须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哦，好，明白。记住是全部。好的。以后不要称呼你，称呼你。啊，记住了。好的，那你先休息。邓律师。叶律师来了。啊，来了。这个叶律师好强的气场啊。职场精英的共性啊。不过，他也是有弱点的。什么弱点？从案发到第2天，他投案自首，他去哪儿了？他做了什么？卷宗中没有体现。他自己供述，犯罪之后去了海边，一直在纠结是否要自首。他只是认罪，其他的什么都没交代。马月从案发到投案的行踪，我还是有所怀疑。这个期间他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这案子不起诉了吗？马月月认罪态度也挺好的，你觉得有问题啊？你查一下吧，查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行，你说查就查。田明吃了那么大的亏，怎么可能不交代你们的事儿？那你可以去问他呀。我这儿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说吧，金晶是不是藏在你们伪造监控的地方？制造假的监控录像，也就是说，肯定有第2现场了。确切的说，是第1案发现场。哦。够下本了你们啊！小柔，这才是犯罪现场呢。金定呢？
回家了，去。小柔，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匪徒入室抢劫，是王经理和田明，他们用蚂蚁搬家的方法，早就把金锭转移到这里藏了起来，然后为了掩饰金锭被盗的事实，又策划了一场入室抢劫。先是伪造了现场，又假装自己是歹徒，录制了搬走金锭的视频。最后再扯断金库监控的连接线，毁掉了真实犯罪过程的监控录像，混淆视听。干什么？已经不错了，在现场溜达一圈，就能发现是熟人作案，比张小波强多了。一个检察官初来乍到的，要都像高健那么聪明，侦查你们也一起干了得了，让我们公安干嘛呀？嘿，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眼见事实，耳听事虚；第二课就是告诉你，眼见也未必是事实，懂了吗？嗯。王经理，你说，你跟田明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你为什么杀他呀？我觉得这种事儿，少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安全。你以为你杀了他，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啊？你以为你们俩演个双簧就能骗过我们？你想杀田明，以为这样就能隐藏所有的事实，可是法网恢恢啊！田明倒地后，在现场留下的血迹拆穿了你所有的谎言。即使你杀死了知情人，还伪造了案发现场。太天真了，要走吧。怎么样，小柔，能当你师叔了吧？收队。银行金库抢劫案查得怎么样？挺顺利的，马立雄他们已经破案了，嫌疑人也已经到案了。傅小柔参与了吗？参与了。怎么样？胆大心细，证据审查能力强，逻辑推理能力也不错，可用。给你配个助手不容易啊，好好的带一带。嗯啊。傅小柔，把马队送来的文件整理一下，按照这个清单准备好开庭资料。好，明天给你。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份资料。那我稍前整理，您加班到几点啊？谁告诉我今天要加班啊？我今天有事儿，不加班。
那我明天早上放您办公桌上。我说了，我今天必须要拿到。那我怎么给你啊？你弄完了不会给我打电话吗？我的电话可以查到。什么事都让我一步步教你。什么人啊？幸好这是同事，我真为他的家人感到担忧。别别，我告你奸细的，高处家里还有一个小鬼见证，高处可信。一家子鬼见愁。哟，老高，哪阵风把你给吹回来了？这么早啊？你下次上学再早的时候，提前告诉我，我给你做早餐。想吃什么，可以头天晚上跟我说。我想吃方便面。不能总吃方便面，垃圾食品。没办法，从小吃习惯了。小叔，开门，我站着手呢。你找谁？这里是高健家吗？对啊，你找老高。谁呀？傅小柔，你怎么来了？你要的资料。哦，进来吧，不用换鞋。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学习能力很强的，我跟张小波要的你家地址。行，放在桌上，正好我做饭呢，一块吃点。哦，不用了，我放下就走。正好是饭点儿，既然来了，吃个便饭吧。小双，照顾客人，给阿姨倒杯水。知道了。聊聊天儿。给，谢谢啊。坐吧。你叫傅小柔是吗？师傅的傅，我爸是你师傅啊？我是叫傅小柔，就是师傅的傅。你爸算是我师傅。你今年多大了？25。你有男朋友吗？你问这个干嘛？没事儿，随便问问嘛。没有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难怪你下了班还来送东西。告诉你个秘密，后天我生日。生日快乐。一句生日快乐怎么够呢？你要拍拍我马屁，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啦。我突然想到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高处，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我站好就好了。小双啊，跟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呀，你不是让我跟他随便聊聊吗？马上吃饭了啊。你真的没泡方便面呀？没有。从今天开始，家里所有的方便面都会消失。怎么不去吃饭？他们去打饭了，我让他们给我带点回来，我在看新的司法解释。那正好，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哦。刘明强，你还有印象吗？在法庭上替哥哥顶罪的那个。公安局已经提捕，想问问我们的意见。理论上来讲，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伪证罪，但是他妈妈太可怜了，所以最好别再处理了。是，但也不全是。
有什么想法就说嘛，我们再探讨。我认为凌明强虽然犯了伪证罪，但可以不追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可怜的母亲需要人照顾，当然，这肯定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在为自己的哥哥做伪证，欺骗法庭，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代有亲亲得相守逆的传统，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我们就有这样的思考习惯。更何况，他是为自己的哥哥做伪证，是基于人伦天性，想自己承担这些罪名，这跟其他的做伪证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做酌定不起诉，情节轻微，可以做不起诉决定。酌定不起诉，我忘了。你没忘？你这是对我又一次的考核吧？还要考多少次啊？对于一个检察官的考核是终身的，没有次数限定，所以你要时刻准备着。处处是陷阱，真是鬼见愁。他们家出了这种事儿，其他忙我也帮不上，这个就是一点心意，帮我转达。哎呀，我们社区呀会多方照顾的。这个刘明刚会判重罪吗？刘明刚是抢劫致人死亡，罪名成立，但是他认罪态度挺好的，我也建议法庭从轻量刑。啊，谢谢你啊，我们社区也会尽力照顾他们。好。鱼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也来了？您好，那个我想给刘明刚家里捐点钱。哦，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叶律师。好。你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外冷内热，就像你自己说的那句话：善良不要喧哗。我说过吗？你当然说过了，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很清楚。你成为我爸学生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偶像。不会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很融洽。你还记得？那是因为当时我爸天天夸你，夸得我特别不服气，所以呢，我就故意找了一个茬，找你去理论。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赢了你。你太要强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左倾，没有他那么诗情画意。抱歉啊。你说实话，你觉得我现在是一名好的律师吗？当然是啊，不是我说的，公认的。我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和你有很大的关系。我选择做一名律师，都是因为你。你肯定忘了，那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家里啊，我记得你和我爸因为一个法律的问题在争辩。我还记得当时我爸气得浑身发抖，你呢？你就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神采飞扬地说：“理越辩越清，法越辩越明，控辩越精彩，国徽就越闪亮。”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现在再也不敢那么气他老人家了。可是你不知道，那时候你说的那段话让我特别激动，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刑辩律师。为什么不是检察官呢？因为我知道你的理想是做公诉人，有控诉就要有辩护，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公诉人指控的公平价值就无法充分体现。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同时站在法庭上，实现彼此的价值。好，我也很期待，期待那种高水准的对抗，在法庭上妙语连珠中体现法治精神，因为很过瘾。
你可能还是要去一趟检察院，把剩下的卷宗补齐。故意的是吧？故意让我去是不是？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男人女人，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不可避免。这次又是他负责这个案子，你可不能心软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心软过？知道我最喜欢的警察是谁吗？布鲁斯·威利斯。当然不是了，我喜欢更经典的。经典。悲惨世界的警察沙威，他崇尚法律无上的准则。你知道他说过什么吗？在法律面前，没有人可以例外。你确定他说的不是胜利即正义吗？那是我说的。我听说，最近高健身边多了一个能干的检察官助理，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你情报工作做得不是特别好啊。人家身边多了一个检察官助理，你都知道，但是名字不知道。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所以向你请教啊，有关于高健的消息，肯定你最灵通。抓紧时间聊案子啊。行啊，随时啊。看了这些材料，你有什么想法？根据现场的勘查记录，被害人遇害的地点是在停车场。警方现在已经掌控了肇事车辆里大量的犯罪证据，包括现场汽车的肇事痕迹、方向盘上清晰的指纹，还有这份报告。这份鉴定报告已经证明了这些大量的犯罪痕迹都是马月月本人所留下，这些都是客观证据。二就是现场的目击证人，停车场的管理员，他说案发的期间他亲眼见到被害者杨天和马月月共同进入停车场，两个人在停车场里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距离被害人遇害的时间是非常近的，也就是说马月月他是有作案时间的。更不利的是，马月在警方那里留下了承认犯罪事实的口供。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全，公诉方躺着都能赢，留给辩方律师的辩护空间不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是你主动争取的？那不是，是有人找过来的，出了大价钱。总之不寒碜。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就没有让你觉得有可疑的地方吗？唯一让我觉得有疑问的，就是马月月的作案动机。那马月月为什么要杀杨天呢？我也有这个疑惑，犯罪动机不够明显，那就说明这个案子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动机不够明显，不能合理解释的话，那怎么能让人相信一个女人可以那么残忍地杀害另一个人呢？当然，也许是我想多了。没想多，这非常重要。故意杀人案，动机一定要查明，这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犯罪嫌疑人他供述的可信性。但马月月不是自首的吗？自首就一定说实话吗？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但逻辑不通，又不符合常理，跟其他人的话还矛盾，他说的你会信吗？要判断一份证据的可信性，往往需要10份甚至几十份的证据，还有大量的生活经验来辅助。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推断。你也知道，一旦上了法庭，我们这些疑问根本就不能说服法官。马月月，她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做了什么。你见过她了？见过。个性内向，沉默寡言，连警方都难以从他口中得到太多东西，恐怕我们也是一样。笑什么？我突然想起《七宗罪》里面有一个年轻警察发牢骚说的话：我们在善后收集一切的证据，取走所有的照片样本，不停地记笔记，把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都写下来，
巨细无遗，分门别类，痴心盼望着在审判时能用得上。像在荒岛上捡钻石，存起来等着获救以后用。你也知道啊？我喜欢电影，喜欢七宗罪，还喜欢蜘蛛侠。张小波，该你了。哦，该我了是吧？蜘蛛侠把我弄懵了啊！那个，我说那个按不着，对。我目前看到的东西都是卷宗里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进行我们自己独立的调查，从外围入手，先去查一查马月月的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摸摸马月月的底细，然后我们需要和她亲自见个面，和她谈完之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做。行。还有一件事，你说有人出了大价钱，请你做马月的辩护方，我能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说实话，我不知道。你知道案件背后的外力越小，我们越能够集中精神在案件的本体上，你懂的，对吧？当然。这样子吧，我先去找马月月的丈夫雷同，看从他那儿能够打听出来什么。报纸出新消息了，知名律师邓凯文代理了马月月开车撞人致死案。最近获悉，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邓凯文接手此案。邓凯文是业内有名的刑辩律师。匿名人士分析其以往的案例认为，邓凯文担任辩护人可能令本案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变数。他这下可真出了名了，案子还没正式接手呢。不过更像是舆论增压。先别管其他的，媒体就喜欢夸大其词。我们把案件研究透了，确保无懈可击。你再去找一些资料，把本案的证据再复核一下。好。铁董事长，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手不干净啊，后半辈子都没饭吃啊。有人提醒我，让我把手洗干净。董事长，你怎么考虑的？人老了，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啊。这现在人进去了，你说那公安局的、检察院的，也不都是吃干饭的，是吧？马月的丈夫雷同。今天我来是想请教您关于马月月的事儿。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其实我也只有一个问题，据您所知，他和杨天之间究竟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他会采取这么过激的手段？杨天是罪有应得，如果我是他，可能手段还会更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呢？对不起，我这里没你想知道的，我还有事。李现，谢谢。王超，看见鬼见愁了吗？不知道呀，他让我刻完光盘自己不见了，这鬼见愁太不靠谱了吧？找我干嘛？哎，叶律师，找高处啊？对，他在办公室，我带你去。啊，不用不用，我知道在哪。啊。
我不会。跑什么？紧张什么？鬼见愁这个名字我已经听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打扰了，我方便进来吗？没什么不方便的。事情是这样的，马月月的案子，公安机关已经提请你们审查起诉，我就过来问一下，能不能也给我一份？你接了这个案子？14个小时20分钟之前接了。邓凯文找你的？我们又不是检察官，土里刨食总可以吧？没问题，选择案件是你们的自由。这个是你要的光盘，正好，刚刚从案馆刻了一张，你先用。谢谢。这位是？我的检察官助理傅小柔。叶律师你好。傅小柔，好温柔的名字。你好。那我先去忙了。难怪你最近气色很好啊。还有什么要聊的？我们去会客室。小柔，你刚才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什么酸味？醋味啊！叶律师吃醋了。吃醋啊？谁的醋啊？还能谁的醋？你的醋！你刚才没看叶律师那脸色？哎呦，太难看了。你有病吧？他吃我的醋干嘛？是哪门子隔壁老王的酸醋啊？我跟你说啊，你要小心啊！这个叶律师可不是个小角色，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胜利即是正义”，你小心啊，无辜躺枪中弹。别忘了提醒你啊！还没回家？我在看刘黎明的案子。刘黎明的案子，案情是什么？犯罪嫌疑人刘黎明伪造发票。卷宗审核案情况怎么样？证据来源合法，公安部门提交的卷宗、扣押清单都没有问题。被告人认罪有人证、有物证，且相互印证。好，那可以提起公诉啊。还不行，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啊？证据有瑕疵，假发票的物证没有逐份拍摄，而且没有随案移送假发票的原件。这不算证据瑕疵啊，假发票都在这儿呢，有没有原件问题不大。我下午已经跟张小波说了，让公安部门把原件送过来。那结果怎么样？没有达到犯罪数量。哦，那这么说，我差点办错案。你已经办完了这个案子，结果跟我想象的如出一辙。是吗？哦，那不好意思，我可能是忘了。你怎么可能忘了？你是拿这个案子试我吧？毕竟我这办公室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你通过了这次测试。真的？好的狙击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好的公诉人是案子喂出来的。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公诉人，没有案件的历练是不行的。先看看这个。我真的能接受案件了。我先跟你讲讲这个案子的情况啊，具体的一些细节还需要你认真的去读卷宗。喂，杰哥，干嘛呢？马上下班了，还有一点事儿。我真有点事儿，我给你发个定位，你赶紧给我过来。什么急事儿啊？哎呀，来了见面再说。那我得先去接高双。我已经接了，你只管过来，别磨叽啊。你有急事啊？这样吧，你先看卷宗，改天我再跟你聊，好吧？别改天啊，您方便带上我吗？路上您跟我说。行，我去会你。
慢点儿。哎，你最近跟你媳妇感情怎么样？还那样，打打闹闹的。现在不流行嘛，相爱相杀。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连套房子都没有，还住人家那儿，你是不是得对人家好一点？不过乖，就你有钱是不是？我也后悔了，没房子啊。铁爸叫你呢，走吧，快走。走，干活去。走。铁弟，干嘛？你说干嘛啊？别把自己当孩子了啊！要是会懂亲些，赶紧上来帮忙。行，这相片都歪了，没看出来。啊？现在怎么光扔地上？这么着，双双，都歪着摆啊？摆上一下。哎，这后脑，还有什么要干的？动动你自己的脑子啊！你说摆哪儿？来，双双，咱们俩辛苦让他们干啊！干什么呀？眼里有点活行不行？你说呢？高处的朋友家好阔气啊！这么大的房子，你也不来？别总，哎，今天闺女过生日了，来。哦，是我干女儿。哦，一样的。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这个。没事，来，给带上。怎么样，喜欢吗？行，来，谢谢。小田总，来，来晚了，不好意思。你怎么来了？哎，你要生日有点小意思啊。哦，那行，谢谢啊。没事，我给你放好。好，先忙。哎，喜欢吗？铁弟。呀，建哥，你们才来啊？哎，同学们，哎，欢迎啊！高升的爸爸来了啊！我们准备开饭了啊！后面准备一下啊，开饭。开什么饭啊？双双生日宴。谁让你这样给高升过生日的？你经过我允许了吗？我铁力爸爸给我过生日，经过我的允许就可以了呀。毕竟我是你亲爸爸啊！听话，咱回家。来把这给我。你干嘛呀？我生日还没过完呢。哎，高姐，你这来都来了，当着这么多家长不合适啊。各位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亲女儿，我呢觉得这么给她过生日不太合适，我们就回家了啊。你们好好玩，或者是改天我单独请你们吃饭，行吗？啊。好，这生日我不过了。哎，上，走，不去。不是，孩子玩的正开心呢，整天干嘛弄成这样？那个凯文，其实现在案子也已经移交检察院了。其实我们两个也不适合私下见面。行，我知道，那我可以先走，你带等等，要走也是你走。我本来也没想留着。你少说两句。哎呀，少说两句，这么一见面就掐。不是我有错吗？我。高姐没错，我们仨在一个案子上就应该回避。我在这儿待着也不合适。那合着我有错了啊？不是，这个别墅是我的，场景是我们布置的。你看这些吃的喝的，有哪些超标了？无非就是请那些双生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来了，违反你什么原则了？铁力，没错，别墅是你的，但女儿真是我的。我谢谢你啊，只不过我觉得这种过生日的方式，高升长大了，会影响他价值观。另外，我也不太喜欢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行，你别说了啊，别在这里上纲上线，你赶紧回去陪你女儿吧啊，请吧你就。先走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今天你来这么一出，我还真想不起来今天是高双的生日。行了，赶紧走吧，别拱火了，赶紧走吧。不是有他这么个当爹的啊？你也得理解，我们都是公务员啊。跟你这大少爷没法比啊！我在这儿也不合适，我先走了。啊，你也走，我也走。啊，不是，凯文，你们三个到底什么案子在一起了？你看这好好的一个生日宴，被搅和成这样，白布置了我。
马月月杀人案，这里头还牵扯到昊天箭头。我还记得昊天箭头隶属于江东集团，你爸爸那儿不会受牵连吧？哎，老板，你是我朋友，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他的事情我从来不管，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别在我这打听了啊！一会儿这边完事儿，咱俩找地方喝酒去，行吗？行，你说什么都行。等我到了18岁，你要是再敢这么对我，我就离家出走。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原谅你。你别在这走来走去的，你倒是告诉我昨天调查结果怎么样啊？雷同不愿意配合，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反常。反常吗？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吧。毕竟自己的妻子涉嫌故意杀人，这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需要适应的过程。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不放弃最轻辩护的思路，但是争取替马月月做无罪辩护。以现有的证据来说，无罪辩护恐怕不太可能。我持保留意见。你害怕跟高健掰手腕？既然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了，那我全力以赴支持你。谁让我刚进律所需要向你纳投名状呢？是不是？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想来了解一下情况。这种证件啊，你们的保安队长在吗？在呢。谢谢。队长在里面。找谁呀？你好。你好，我们找一下冯队长。啊，这就是我们队长。你们是？啊，您是冯队长。我们想来了解一下你们小区住户马月的情况。哦，杀人犯。小吴，你去小区里转转。我快去。好。您看一下这我们工作证。请坐，请坐。好，谢谢。谢谢。聪明。我跟你说明一下我现在的思路。以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料，跟马月月的口供相比，确实在逻辑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表示这个看似完备的证据链不存在薄弱的环节。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从检方的论证系统去检视这个证据链有什么薄弱之处，然后找到突破口。这样子，我们在法庭上还是有可能占上风的。你知道眼下最棘手的是什么吗？
马月月供述的案发经过相对简单，而且他的确在现场和作案工具上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除非我们现在找到有力的证据，可以粉碎现有的证据，不然的话，一旦上了法庭，我们很可能毫无退路，一败涂地。我还是坚持为马月月做最轻辩护。这不冲突。我刚刚说了，不放弃最轻辩护的思路。如果能做到无罪辩护，自然是最好的。我们是为马月的案子来的。那天是您值班吧？那天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公安局的人呢，锁定马月之后，就找到我，落实车牌号码和出入时间。那你觉得马月这个人怎么样？平时不太愿意跟人说话。几年下来之后，我和他说话都不超过10句。你还是说说案发那天的情况吧。那天我是中午12点钟接的班，他开车从小区出去，我和他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走了。这很平常啊，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么清楚？马月月开的车是我们小区数1数2的好车，她老公就骑那个小电动车，所以呀，他出来进去的，我们都在背后议论。他们两个夫妻关系怎么样？不好，很不好。平时雷同与马月月两个人也没个笑脸，一看就是不和谐。雷同现在闭口不谈，我们很难找到马月月行为的动因，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为马月月做最轻辩护的突破口。在这个时候，你呀，你还奢望做无罪辩护，我真的有点佩服你。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一定失败。好，你有主导思想，我也不缺乏敬业精神。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扩大调查范围，争取必须找到马月月行为的动因，行了吧？没心情，快走，出发了。你好好想想，那天马月出了小区之后，大概是几点钟回来的？至少6点钟之前他没回来，这个中间我没见过他。您为什么这么肯定？我6点钟下班啊，我当然肯定。今天就这样吧。好，行，那谢谢你，方队长。哎，好，好，再见。哎，如果能做到无罪辩护，自然是最好的。你有什么想法？一会儿再说。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律师，想找你们这保安队长了解一下情况。队长在里面。谢谢啊。你好。又来了。你好。我们想找一下这个小区的保安队长。我就是。你们？你好，我们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想来了解一下关于马月月事件的一些信息。这邪了门了，今儿怎么都来问这事儿呢？请问，还有谁为这事儿来过？检察院的，这不刚走吗？我说你们怎么也不一块儿来呀？我这一天我得说几遍呢？真是太麻烦您了。哎，这样，现在正好饭点儿，我们就近请您吃个便饭，咱们边吃边聊，您看怎么样？得，那我就再说一次。这次走访得到的信息就这些了。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去走访吗？就是马月的叙述太简单了，从动机到作案过程，以至于案发后的情况都很简单。可是我觉得今天走访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听我说啊，冯队长说马月月是11日中午12点离开的小区，晚上6点多还没回来。根据警方的资料，马月月的车进入露天停车场的时间是12日晚上11点50分，他投案的时间是13日上午10点。
那这段时间，马月月去哪儿了？事情已经落实清楚了。检察院这边派出的公诉人是高健，和他配合的是新来的叫傅小柔。据听说，高健可比原来的检察官厉害多了。律师找的怎么样了？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2位律师，邓凯文和他的合伙人叶子琪。邓凯文这个人我知道。叶子琪是谁啊？是江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叶龙恩的女儿。这叶龙恩是高健和邓凯文的老师。行，这件事情你就负责去做，一定要把它做好。我给你安排个人，最近有些事情你就让他去办。我走了。刚叔来了，来。哎，高健，哎呀，双双，子琪阿姨好，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对不起啊，你生日的时候阿姨没有时间过去，但是生日礼物给你准备好了，等一下走，别忘了拿。谢谢子琪阿姨。不客气。生日礼物？走，去见爷爷。哎，高健大哥，瑶瑶姐姐啊。哎，先去跟爷爷打招呼。我一会儿再去。没事，来进去吧。小孩子都这样，没事。走吧。爸，你看啊，哎呦，高健你好，叶老师，祝您生日快乐！谢谢。祝您的，哎呦，你来我就高兴了，还带东西。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高健呐，其实我不想搞这么大，就想叫你们请人吃顿饭就可以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你搞这么多人，我应付得了吗？爸，真是的，你好不容易过一个生日，再说了，谁说您年纪大的？在我的心里，您就是最帅、最成熟的大帅哥，是不是？高健，你看啊，官话、套话、奉承话都弄到家里来了。你都多大了？多大了也是您的女儿，不是啊？这倒是，这一晃啊，你看你们都长这么大了。高健，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相识有多少年了？再过1个月就满20年了。你呀，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为有你这样的学生呢，我也感到骄傲。哎呦，您过奖了。您忘了我刚做检察官助理的时候，办的第一个案子就犯错误了。要不是您的鼓励，恐怕我都没有勇气走下去。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作为检察官要有自信的精神，也要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在这一点上，你得向高健好好学习，比你强多了。爸，生日的时候能不要说这个吗？老师，老偏心。哎呦，啊，凯文来了。哎，生日快乐！谢谢。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你们说跟我一样的词儿。你说过了，那可见我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没错。那个知道您爱喝茶，特地从新加坡呢给您带来这个黄金芽。有这么好的茶啊！看来律师事务所办得不错。派头够大的呀！托付。送个礼还让专人捧着过来。没有这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好意思，我给您接个电话，工作为重，聊着。你可真够忙的。哎，老板，哎，来了，我接个电话，他们在那儿呢。咋这么多业务啊？挣钱没完了是不是？你瞅啰嗦，你就带着花来啊？啊，去吧。喂，不好意思，现在有点事儿，晚点我们还会管。牙是献给您。你臭小子！您不成器的学生给您拜寿来了，愿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不说这事儿了啊，人各有志，
哎，你们哥几个好好聊聊，我还有个老朋友。你忙。少喝点吧啊！我现在见到他我还发怵。别愣着了，赶紧给我们俩倒杯酒去吧。想喝酒自己倒。这是你们家，你不伺候我们，谁伺候我们呀？别欺负我师妹啊！人拿着花怎么给你倒啊？哎，我还没说2句呢，你就帮着他。别忘了，我也是你师弟，好不好？哎，你们家稍啊，在里面玩。那行，我找他去了，不打扰你，不打扰你们。少姐，你想喝什么？我给你倒。小双，来。铁力爸爸。哎呀，小伟，去，我给你点。我爸知道会骂我的。你是？这是子瑶姐姐。叔叔好。子瑶。瑶瑶。哎呀，真是没认出来啊！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后来听说你去国外读书了，刚回来。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哎呀，叔叔可真会说话呀！主要是你小时候长得太丑了。哎，开玩笑啊！铁力爸爸，见了美女忘了我哈？说什么呢？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最美的那个。去，给你铁力爸爸拿杯酒去。行吧，铁力叔叔，这边请吧。怎么样？最近好吗？最近好吗？挺好的呀。咱们不是刚见过吗？我指的是生活方面的。生活上还那样，没什么变化。是吗？对啊，你不也没什么变化吗？你怎么知道我没变化？处男朋友了？没有。你单了多少年了？你离婚多少年了？8年。那我就单了8年呗。你别自作多情，我和前男友分手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不是因为你离婚了。分手之后就没遇到合适的？没，按照你的标准找，有点难。你别按我的标准啊，我这么单调一个人不是什么好标准。你真是够单调的，我跟你开玩笑的，你那么认真。再添你2万，够不够？可以走了吧？行了，妹妹，没事儿，走吧。那个人是你啊？还真是不好意思，没想到啊，我们兴趣相投，爱好一样，改天我们一起去。那必须的，不过我这一换风格，哼，就认不出来了。太棒！少胡来！你怎么今天一个人过来了？啊？单着。倒也不是单着，主要是这种场合我带他来不合适，带他来也不合适，所以我别听他吹牛，他单着呢。你这样的，来，碰一个。啊，不了，我在家里啊，不喝酒。我懂你，那我也不喝了。左晴一直没回来看双双啊？没有。爸，切蛋糕了，朋友们，切蛋糕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先生，这边请。邓律师，你好。你好。坐。你好，需要点点什么吗？苏打水。好，请稍等。请问您是？
廖昌平。能冒昧请教一下，您跟马月月的关系吗？马月月是我的得力部下，她是被冤枉的，我不想看到她死。邓律师，这是律师费头款，如果不够的话，你说话。这么大的金额，您的要求是？你们整个律师事务所的资源，马月月不能死，这是最低的要求。这个案子不一定能如您所愿。你最近的几次出庭，我都在场，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我尽力。我们都开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到啊？问你话呢。前面很快就到了。丫头，平时能喝多少啊？行啊。酒嘛，水嘛，喝嘛，吐嘛。钱嘛，纸嘛，赚嘛，花嘛。完美呀！要不要陪你摇会儿？马月月的案子可是恶性杀人事件，别太相信钱的力量。我相信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我送你上法学院的理由。我刚才看到廖叔和马月月的代理律师邓凯文在一起。水太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鲁啊？哎，你这浑身酒味儿，跟谁喝酒去了？臭死了！赶紧洗澡去。一个黑马王子，哼，人家碰到的都是白马王子，就你特别碰到的是黑马王子。哎呀，这人邪的可爱。跟你说说正事儿吧。行，说说吧，醉鬼，说说你的正事儿。你手上案子我都看到了啊，说，是不是马月月故意杀人啊？你怎么知道啊？别扯我衣服。能不能透了点内部消息？你想干嘛？哎呀，这么刺激的案子啊，我得做一个节目啊！不能，现在案件还在审理阶段，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我没法跟你说。好姐姐，你就给我透露一点嘛！求你了，赶紧去洗个澡，刷个牙，太臭了。赶紧好好洗个澡，刷个牙。
不然我告诉爸你喝醉了，也不知道跟谁喝的酒。你不是就是嫌弃我吗？还不问我？哼，自己关吧。你先别难过，来，喝点水。一会儿我们高处来了，有什么情况你可以跟我们高处反映。我丈夫实在是死得太冤枉了，死得太惨了。高处，哎，这位就是杨天的妻子吴倩啊，我是高健。你好，你好啊，我是杨天的妻子，我来就是想问问，陈检察官离职了，马月月这个坏女人还会被提起公诉吗？会的，我已经接手这个案子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不会错判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没事吧？没事啊，坐。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我是有一些新发现，但是对我们的委托人不太有利。我去了昊天箭头，根据他们员工的反应来看，非常不好。你说这个事情啊，两个人，一个是老总，一个是副总，每天开会碰面都在一起，出差也在一起。那突然有一天，这个副的真的给搞死了，那你说为什么？情杀，一定是情杀。那你见过他们俩关系密切的表现吗？马月月能把受害人约出去，把他给害死了，这还不能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啊？那你打个比方来说，要是我想约他出去，那人家也不肯啊。那案发之前，在你的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不寻常的地方？两个人关系好像不是太好。有一次我去送文件啊，就听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特别大声音的吵架。吵的内容，您听见了吗？像是关于什么招标的事情啊。他说的什么话，您还有印象吗？哦，说的是，如果你们要这么干，除非我死了。王主任的说法和警方的推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马月月和死者杨天爆发过激烈的争吵，而且当时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既然关系紧张，为什么他还答应跟杨天出去呢？而且还采取故意杀人这么极端的手段。可警方有完整的现场勘查记录和详细的痕迹检验报告，案发现场的指纹、脚印，包括作案工具，都符合马月月的供词。证人的证言现在也直接指向了马月月。如果呈上法庭，反而完善了控方的证据链。凯文，这可是个难解的局啊！还马。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就得想想办法。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陈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警官，我要见陈检察官！有把握吗？有。
不管他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你去办，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明白。嫂子的忌日我记着呢，也替你扫过墓了。您好，我们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的，我叫高健，他叫付小柔。我听说你今天找我们来是想重新来陈述案情。对。那好，你说吧。那天，我和杨天去了露天停车场。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事发当时全部情形。按你说的，你当时只是撞伤了杨天，并没有倒车碾压致使其死亡，对吗？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供述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投案的时候，杨天已经死了，问题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一直要做有罪供述？马月月，翻供要翻供的理由，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怎么了？马月月翻供了，我刚才见过他，他承认撞人，但他否认杀人。我们现在要全力做罪轻辩护了。马月翻供，他理由是什么？我和杨天有私情。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会身败名裂。我是个爱面子的女人，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想活了，所以我宁可承认是我杀了他，给他偿命。都说完了，还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了。那好，那我问你啊，你跟杨天在停车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人？没有。你撞上杨天之后呢？我离开了。去哪儿了？我去了海边。海边待了多久？有人证明吗？我一个人待了1夜，当时我脑子很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行，那等一会儿做完笔录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个字。高检察官，你们能帮我吗？法院就快开庭了。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好吧？他把杨天给杀了，就是因为他想掩盖他和杨天之间的私情。你不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逻辑了吗？你想一想，马月作为一个女人，以她和杨天这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不是杨天有什么事情能够威胁到她，她怎么可能会有杀人的动机呢？她怎么能下定决心去杀人呢？你不觉得奇怪吗？法院3天以后就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时候翻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转机。可我觉得太蹊跷了。马月月的汽车底盘上确实有碾压的痕迹，这些都是客观证据推翻不了的。你说对一件事，这是个转机。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尽可能的收集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才有可能做到最轻辩护。那你想怎么做？这样子吧，你从死者杨天入手，看能不能找到不同于检方结论的地方。那好，我再去调查一下。嗯。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什么？比如说这个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反转？案子出现反转，虽然少见，但也很正常。怎么了？没事。喂，我知道了。马月月一案，因为影响大，当初我们是上了检委会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媒体呢对这个案子有十分的关注，而马月月又在此时此刻推翻了口供。这一切，我想听一听公安的同志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被告人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出现反复是正常的。这个案子的资料我仔细看过了，证据还是挺扎实的，物证、书证都比较详细，反正我挺有信心的。高健，你的意见呢？起诉时证据肯定没有问题。我也倾向坚持我们的公诉主张，只是我觉得有一些证据还需要再核实一下。现在就这么上庭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没底。能不能建议法院延期审理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一旦延期媒体就会抓住这个点进行炒作，加上马月月现在又在翻供，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惹出很多的麻烦。推翻口供怕什么？只要我们把握住指控的理由，不就行了？好的。邓律师，来，坐。找我什么事儿？邓律师，我知道马月月的案子就要开庭了，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马月月翻供了，我们正根据他的辩解，在核实证据，不过难度挺大的。翻供了，我就知道他不是凶手。陪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的丈夫雷同，你看一下。您这么关心马月月，恐怕不只是对曾经的旧部关心呵护，如此而已吧？邓律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你应该关心的是证据，知道吧？我先走了。叶律师，进来。高处找您。哎，你怎么来了？进来，坐。喝点什么？不喝。啊，好。你今天一个人过来啊？没穿制服，不是公事。没错。今天绝不是以检察官的身份会见辩护人，而是以师兄的身份来找我的学妹和好朋友。你知道你这样说，我会很感动的。但是说是与案子无关，也是由案子引发的。我就知道。那师兄，请说，你有什么指示？马月月翻供了，你知道这事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是希望这个是嫌疑人的意思，跟你和凯文啊都没有关系。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伪造证据、毁灭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都是犯罪行为，应当处以刑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律师伪证罪。如果我没记错，江东是这2年因为律师伪证罪入狱的律师4个。真厉害！我就是担心你们别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你是担心我们不能秉持法律的秩序，是吗？主要还是关心你。你是我学妹嘛？我记得当时学法律那时候，不就经常这样吗？不管是你问我的还是没问我的，我在你耳边总是唠叨。谢谢你的关心。你放心，我会和律所的同仁们秉持法律秩序，不越雷池半。哎，我发现我这检察官做的这几年，好像越来越不会正常聊天了，是吧？你到现在才发现啊？你知道我多怀念上大学时候的那个师兄，神采飞扬，理直气壮。现在就不神采飞扬了。神采还是飞扬的，只不过老成持重了一些，谨慎。小荣，给，卷宗给你放这儿了啊。这么多啊？哪个案子的？就是那个诈骗案，高处让你今晚看完。今晚？啊？那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没准要退回补真呢。法学院没有教过，但是明明白白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每一个公诉人，最要紧的技能就是审查证据。几十本卷宗，10几个受害人，又有更多受害者来报案。审查起诉期限是1个月，不抓紧看卷怎么行呢？下班了。走了啊。小荣，走。我要上班了啊，拜拜。小荣，晚点走了啊。好好看啊。你找我？坐。你还记得那个小区保安冯队长说过什么吗？他说马月的丈夫雷同似乎在跟踪他的妻子。看看这个。这些照片你怎么拍到的？我有我的渠道。哎，仔细看看这个监控。这个是马月月离开小区5分钟之后的监控画面，你仔细看，是不是雷同？这个人戴着头盔，看得并不清楚，这只能作为推测。这就够了，因为辩方不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要合理怀疑。控方如果要证明这个人不是雷同，
就必须提出充分的反驳证据。疑罪从无。没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案子和双胞胎案截然不一样。没什么不同。雷同既然跟踪自己的妻子，那他就有可能去过案发现场，对吗？那他既然去了案发现场，他就有可能看见杨天跟他的妻子正在争执，对吗？对。那我们就可以合理怀疑他有故意伤害杨天的可能，对吗？对。那不就完了？我们还等什么？走吧。你要去哪？案发现场啊。这个地方确实挺偏僻的。凯文，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案发现场应该就在这儿。你看。有事吗？您好，我们是律师。前一段时间这边发生了命案，我们今天啊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啊，请问您是？我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员。律师，案子，啊，就是那个被撞的那个。是的。哎呀，人家人都给那个坏女人压死了，你们还替她辩护？是不是他压死的？得由法院判，不是我，也不是您。请问您说您是管理员，那案发当天您有当班吗？有啊。那天您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了吗？我就看到他们开车进了我们停车场，半天没下来人，后来那个男的下来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干活去了。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回来再一看，那个男的就躺在地上了，可是车没有了。您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的位置在什么位置？您还记得吗？能，就在前头。先生。